你看这边也做了一些人工的装点啊，要不就写上一些字，要不就是给你有一些涂鸦。这条就是春生堂啊，到了这边呢就并入到北竹港了。在这样的林荫路上骑行，真的就像在一片森林里面一样啊。这里有很多鸟啊，这些是鸽子吗？好像并不是鸽子。前面呢就是 S4 高架路啊，一条高速公路。那最近呢这边在做一个抬高工程啊。怎么说呢？虽然有一段路啊，并没有办法骑行，而且也有一些台阶，但基本上呢，这里都已经打通了，一直到春生堂。就是我刚刚在春生堂边上绿道过来啊，如果走路的话，完全都走得通了。像我这种折叠小车呢，也没问题。遇到有台阶呢，就稍微抬一下就可以了。这里面应该是一条什么管道？你看我的右侧都是一些工厂，化学品有限公司。就我觉得一个工业区呢，就要把它搞成有点乡村气息，有很多绿植，让人感觉就不像是一个工业区，这个感觉就比较好啊。原来这是一条回到河边去的小路。所有这些柱子上面都刻了很多字，春至竹港，谁在聆听河水里的小提琴？这写的一首诗啊。好，我们继续回到马路边上的小道上来骑着。虽然这是一片工业区啊，到处都是工厂，但大部分的工业呢，应该都是无烟工业了。虽然偶然也能看到有一个烟筒，但生产的东西呢，应该都是带有一定科技性的产品吧。而且把这个周边的环境搞得还不错。所以你不会把它当成纯粹的一片有污染的工业区，而是时不时就到这边来留连一下的休闲区域。你看，这里有很多鸟。你看，这边也做了一些人工的装点啊。要不就写上一些字，要不就是给你有一些涂鸦。你看，这种感觉还是挺好的吧。这里就是我刚刚经过的一片地方。我看对面写着上海插画小镇，就这些文化艺术类，如果也能变成一个产业，让年轻人呢通过他们的创意能够有所价值体现，我觉得这个就非常有意义了。你看这边写的很多创意的一些店铺、工作室。
这里以前应该就是一些普通的工厂啊，现在就把它弄成了一个个年轻人创业的工作站。这个地方我来过很多次，当然都是到这边来随意的骑骑车而已，但感觉呢还是挺舒服的。原因呢，就是因为它洋溢这些青春的气息，比较年轻时尚风格。虽然也就是稍稍做了一些画龙点睛，并没有做大手笔的改造，但整体看来还是很舒服的。右侧呢已经是银都路了，我就想着还是要从这边在这个桥下穿过，原路返回一下。刚刚呢，我是从这条道过来的啊，现在还是原路返回。因为我觉得这条小道上面没有人呢，骑起来还是挺舒适的。你看啊，一条小河边上，有些人家在他们的平台花园都已经做到了这个小河边上。这条就是春生堂啊，到了这边呢就并入到北洲港了。好，我们现在还是往这个原路返回啊。刚刚就经过这一片黄花丛。这老百姓的生活呢，慢慢的从物质上享受啊，就追求文化、精神，那当然也包括健身啊，就身心的健康。我觉得这是人的一种合乎情理的追求逻辑啊。所以呢，别说这些普通的河边的绿道，它给周边的人们每天在散步的时候，或者遇到心情不爽的时候呢，带来很多的安慰，可以沉浸大家的心灵。我觉得这种作用是很要紧的。
我刚刚好像在前面有看到一座小桥，可以跨到对面去的，看看是不是可以到对面去骑行。这应该是在中村路下面了吧？又路过刚刚我经过的这一片小孩子玩耍的地方。终于，这个岛的树被截断了。回来的路上，我并没有看到架在春生堂上的桥，可能我眼花了啊。那就沿着刚刚来这条路骑回去吧。今天呢，就是这么沿着春生堂啊这一条河浜，而且是我没有来过的它的南侧的这个绿道啊，骑行了一圈啊。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发现，但是我觉得一片绿色就很美。我相信很多人呢，跟我的心里一样的啊，就是有事没事到这种河边的绿道来走走，就让自己跟大自然呢亲近一下啊。虽然有些道路呢很窄，你看我现在骑行这条道啊，就非常的窄小。但是政府还是花了力气把它打通了，我觉得让大家能够走得通就挺好的。右侧呢是一个屋村，这里面也有很多晾晒物啊。太阳好的时候，中国人还是喜欢靠太阳晾晒衣服。有这样的散步道啊，我觉得对于周边的老百姓，他们的生活是绝对加分的啊。以前呢，越是靠近这种河浜的区域，要不就是乱草丛，要不就是一片危险的浅滩，就大家是没有办法到这边来休闲活动的。但现在情况完全不同，给你铺好了非常平整的马路，你可以在这边走走，也可以在这些边上的椅子上坐坐，甚至吃一些自己带来的东西，真的可以放慢一下生活脚步，同时呢，又可以独处一下，和自己的内心对对话。那我觉得这其实都是人的一种需要来的。好了，到这边呢就已经到头了。
外面就是富民路了。专门设置了障碍网，显然它并不欢迎单车进入。好，现在沿着富民路由北向南再骑车。有些马路呢，我就感觉真的已经非常好了，层次分明，外面的主干道走车，两边呢有单独的骑行道，还有呢步行道，并且还有很开阔的绿地。这里又到了深北路了，我的右侧呢就是上海市新庄工业区的大牌子，准备从这边骑过马路。你看这边有一个介绍，北横津河就在后面公路边上。这边有闵行绿道，也是一个慢行系统的介绍。现在我的右侧呢，其实就是春生堂。刚刚已经在它的边上走了一段了，现在打算再去走北边的这一段。哦，还是走对了，怎么才能够走到对面去呢？看来我还是走错了一下，到前面才能去过一条小桥，才可以到对面去。在这样的林荫路上骑行，真的就像在一片森林里面一样啊！如果不是头顶上5号地铁驶过，那就更安静了。这边是有一条桥可以通过的。我的左后方呢，就是春生路的地铁站5号线的一个站。这边有一条小桥，可以骑过这个横立港，应该也叫北横津吧。到了这边呢，也都是人家的住宅的社区了。今天呢，纯粹就是在我住所边上的这些绿道上就是河边的小路上
随意的骑一下，但还感觉不错啊，因为上海的夏天还没有到盛夏，还没到酷暑，尤其在这些绿荫丛中呢，再加上这几天上海刮风，就有些冷风，还是比较舒服的啊。到现在也没有出过汗啊，是在这些绿荫丛中穿行一下。而且今天有新发现啊，就是春生堂到了沪闵路以西的路段呢，它南边的那些步道啊都已经做好了，一路可以从那边呢骑过去或者走过去。虽然有些地方呢有一些台阶，而且它可以左转到北竹港。这个北竹港呢是一条蛮开阔的水道啊，就在嘉宁快速路的边上，所以在清水的这些道路上啊，无论是骑行还是推着车走一走，就感觉非常的开阔空旷，无人打扰，就很宁静，可以平静自己的心情，这种感觉还是挺不错的。现在呢，我又回到了春生堂这条我经常骑行的河边的马路上。那同样呢，它南边啊这边还没有开通，因为那边有很多的居民的房子，恐怕政府慢慢也会跟他协商来开通，将来呢就可以连成一片啊。这里有很多鸟啊，这些是鸽子吗？好像并不是鸽子吧。哦，来到了一个大平台，对面呢就是一些居民区，而且看这些样子，就不一定是商品房啊，都是那种拆迁户吧。就是城里的房子，国家征收了以后呢，就被安排到了郊区。那这些呢，都有20-30年的历史了。我们再来看看这条春生堂啊，从前面的沪闵公路到前面的都市路啊，就还是相当不错的，给你连通了，可以让你在这边散散步、骑车。看到还有人在那边钓鱼。你看啊，这个树丛里面都有声音，其实就是有很多鸟窝，鸟把这边当成他们的家了。哎，这棵杨柳树就在河边，伸向河里啊，就感觉还是很舒展的。你看，这边有很多鸟，这鸟也不怕人啊。前面有一只我刚刚惊扰的大鸟啊，公鸟真的很大，一个捉鱼的能手嘛，它就在河岸边站着。蹑手蹑脚的，这边还有一只，看来他们都是成双成对的啊。
一个在守望，一个在捉鱼，让他们盯着水里。他看到我了，很警惕了，就想飞了。这好像是一对的啊，有一只颜色很鲜艳。应该是中午时分了，快12点了。这些街坊们都回去做饭、吃饭了。听听这些鸟声，各种各样的，他们互相之间打招呼，能不能听得懂呢？前面呢就是 S4 高架路啊，一条高速公路。那最近呢，这边在做一个抬高工程啊，就银都路以后下面呢就可以从这个 S4 公路下面穿过了。但现在呢，应该还在收尾啊。你看啊，这已经到了 S4 高架桥的边上了。就这边呢，这一段还没有搞好。我相信啊，以后肯定是可以通过去的。你看啊，对面已经建了一条路，可以在桥下通过了。那我相信也要不了多久，这边就会贯通的。整体而言啊，上海这个城市呢，也享受着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好处。就它还是取之于民，一部分用之于民的。尤其是对这些相对已经偏离市区的，但是呢有众多老百姓居住的区域，他还是花了很多的功夫，应该说也花了很多钱啊，就在这边的环境改善上、休闲设施的增添上，确实让这些老百姓有了更多的获得感。那我觉得这也是因应老百姓他们在物质上面有所提升的同时呢，需要文化，需要健身，同时呢，也需要心理上更多的这种愉悦啊。我觉得这个是相向而行的，还是值得肯定啊，值得赞赏的事。
那好了，今天呢，我就在春生堂啊，也包括北竹港那边的河边的绿道上啊，畅快的骑行。我觉得这一段还是非常的愉悦，也愿意分享给大家。祝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。那我们就此别过，改日出行，再见，拜拜。